白猫第1集。我很讨厌地铁，特别是每天上下班的高峰时间。地铁内人潮涌动，每一扇门前都是拥挤不堪，无论是上车还是下车，都像被活活拽去一层皮。最近地铁频发事故，有人卧轨自杀，也有人被车门夹住身体。为防万一，地铁公司最近采取了新措施，在站台上额外加装了一道屏蔽门，将站台与列车间隔开来。只是当列车停靠在站台之后，屏蔽门才会开启。这本来是一项极安全的保险措施，可我却对此异常的憎恶。原因我说不上来，也许是出于本能，也许源于潜意识。早晨晚起了5分钟，匆匆赶到地铁站，不由一阵脚软心惊。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上班族密密麻麻的人头。我亦是这可悲的人头中的一员。我叹息一声，将思绪收回，认真盯着列车驶来的方向，身体绷紧，希望今天能抢到一个好位置。突然我的眼光一顿，停留在一个人身上。不，那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只猫，一只非常漂亮的白猫。它矜持地蹲坐在相邻队伍的最后面，姿态优雅，神情专注，漆黑的瞳孔隐约闪烁着一丝幽怨，一望便知系出名门，血统高贵，又受过良好的调教。仔细看去，白猫的脖颈处还系着一条红色的丝巾，手法繁复，使我顿生好奇，它的主人究竟是谁？那只猫好像感应到了什么，猛地扭过头与我四目相对。我不由得打了个激灵，这猫看上去活像一个人，一个我曾经见过的人。到底是谁呢？亲戚、朋友、同学，还是同事？我正纳闷，列车鸣笛进站了，我被人潮席卷，身不由己地朝车门挤去。今天乘车的人格外多，我拼尽全力才挤到了车门口，一条腿仍然留在外面。拜托，再进去一点点啊！我绝望地大喊。这时车门开始缓缓地关闭，碰到我的身体又自动弹开了。我顾不得继续维持淑女风度，伸出双掌抵在前面男人肥厚的后背上，用力推去。终于挤了进来。我刚松了一口气，忽然觉得脚面上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一掠而过。我低头看去，竟然是那只猫。它正蹲在列车门与屏蔽门之间的缝隙处。我大惊失色，还没来得及喊叫，列车门又再度开始关闭了。我不假思索伸出手臂，想将那只白猫捉进来。就在此时，车门砰的一声闭合了。我大叫一声，下意识地闭紧了双眼。有人将我推醒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缓缓地睁开眼睛，一点点将视线移到我的胳膊上，终于长出了一口气，冷汗直流。还好我的手臂完好无损。可是猫呢？那只白猫呢？它在哪儿？它没有安全上车。我惊慌地四下寻找，根本找不到它的身影。它没上车，不可能，那短暂的一瞬间，它根本无法退回站台上。那么它究竟在哪里？难道不！我高声尖叫着，周围的人都厌恶地瞪着我。请问你们看到一只白猫吗？它跟在我的后面上车的，请问你们看见它了吗？我惊魂未定地问道。一名男子摇了摇头。小姐，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？哪有什么白猫黑猫？难道你不晓得这地铁站严禁携带宠物进站的吗？
是啊，旁边的年轻女子说道。多亏这位先生及时把你拉了回来，否则你的胳膊没准就被车门给夹断了。没错呀，姑娘，这样多危险，以后啊别再大意了。对面的老太太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慈祥地劝道。我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群，他们有的看报纸，有的听音乐，更多的是闭着眼睛打盹儿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难道方才的一切都只是我的错觉而已？那只白猫根本没有上车，是我眼睛花造成的幻觉。是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如果当时真的发生了悲剧，除我之外，不可能没有其他目击者。我想通了这一点，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莫名的失落感油然而生。工作忙的是昏天黑地，等我觉得头昏眼花、腹肌难忍的时候，一看表，早已过了午饭时间了。我将一大叠文件扔在办公桌上，倒在椅子里，闭目养神。小苏，宏宇集团的快递发了没有？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是经理。宏宇集团的快递？天哪，我忘了，对不起，我立刻去办。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这时电话响了，我连忙接听，正是宏宇集团打来的。苏小姐，你的快递发错了，我们要的是合同样本，而不是广告宣传页。对不起，我立刻重发。我狼狈地放下话筒，经理不满地瞪着我，脸色极其难看。小苏，你最近的工作表现真是太糟糕了，丢三落四的，接连出错，好像得了老年健忘症。再这样下去，你还是主动辞职吧。被经理痛骂之后，我躲进洗手间，坐在马桶上偷偷的哭泣。我最近究竟是怎么了？为何总是精神恍惚、萎靡不振，记忆力更是严重的衰退？刚刚讲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转瞬即忘，难道是那场车祸的后遗症吗？据说上个月我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在地，伤到了头部，当场晕厥过去，被人送去医院后休整了几日，便出院回家了。肇事人逃逸了，所幸我无大碍，只是关于当日被撞的一切记忆都丢失了。医生说这很正常，医学术语叫做保护性与选择性失忆，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并无影响，让我安心。可是很明显，这个失忆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。为了弥补过错，我加班到很晚，晚上8点半左右才下班。地铁里的人群比高峰时间少了许多。我走到一张长椅上坐下，伸直因为穿高跟鞋而肿胀不堪的双腿，身体后仰，将头放在椅背上闭目养神。脖颈处掠过一丝凉意，是空调吗？不会呀，没到开空调的季节。那是站台的顶部漏风。我迷糊地睁开眼睛，突然我全身一震，像提线木偶般僵硬地转过头，向左边看去。我左边的座位上，端端正正的蹲坐着一只白猫。正是早晨我在地铁里碰见那只漂亮的白猫，它也转过头看着我，眯着眼似笑非笑，朝我轻轻地点了点头。我一下从座位上跳了起来，这时列车正徐徐进站，我飞奔上车，急剧地喘着粗气。车门关闭，开始向前行驶。在关闭的刹那，我看见那只白猫仍然坐在原地向我凝望。我坐在座位上，心仍然猛地跳个不停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那只白猫怎么又会出现在地铁站里？它的主人呢？它是如何瞒过工作人员的眼睛进站的？它为何坐在我的身边？为何看上去如此的眼熟？难道我从前见过它？白猫，
第2集。我疑虑重重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过了一会儿，困意袭来，我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恍惚中好像听到一声猫叫。我猛地一惊，睁开眼睛，只见对面的座位上赫然坐着那只白猫，它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看得我浑身发毛。它是何时上车的？它为何坐在我的对面？为何总是缠着我不放？它真的是一只普通的白猫吗？我的眼睛对着猫眼紧张地对峙着，僵持着。所幸车内的其他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，无人理会，否则又要骂我是精神病了。怎么办？在下一站下车？可是万一他又跟来呢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我站起来，那只白猫也随之立起，我坐回去，它也原样照做。我走到车门口，它不安地动了动，却没有跳下地。好聪明的畜生！下一站到了，车门开了，屏蔽门也开了。我突然走出车门，白猫嗖的从我旁边窜出，我迅速伸出的右腿收回。上车的人不少，将欲返回的白猫挡在车外，车门又关上了。我与白猫隔着厚重的玻璃，各怀心思。小姐，快醒醒，终点站到了。我悠然转醒，这才发现车厢内只剩我一个人。难道方才的一切只是个梦吗？我混沌地走出车站，走进我居住的小区，几个大妈大婶儿正围坐在一起，热烈地讨论着什么。乍看到我，相互使个眼色，各自走开了。不是我多心，自从我出车祸之后，邻居们经常会在背后议论我，真好笑。我一个普通的小白领，有何是非供他们八卦呢？我瞪了他们一眼，径直往家里走去，却被3楼的李阿姨叫住了。她说：“苏小姐，我们小区是文明小区，明文规定，圈养宠物要申请，上牌打疫苗，私自收养的宠物是不允许的。”我不由茫然，这与我何干？李姨急了，高声道：“谁都晓得你最近养了一只白猫，搞得整栋楼里到处都是猫毛毛屎，邻居们都纷纷抱怨，难道你还想装糊涂吗？”白猫，我的第一反应是荒唐可笑，正想张口反驳，突然心里一动，脑中立刻浮现出那只地铁站白猫的诡异身影。会是他吗？不可能，他怎么晓得我的住址？我拼命地摇头，想否决自己这荒诞不经的想法。我没有再理会李阿姨，匆匆地赶回家去。刚踏进楼道，便听到一声似曾相识的猫叫，我的心顿时紧紧地揪了起来。我步履沉重而犹豫，一步一步走上楼梯。每当转过一个拐角，我心便会骤然加速。我在害怕什么？期待什么？猜测什么？我终于来到家门口，我眼睛闭紧又睁开，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我开始嘲笑自己脆弱的神经。没有，根本没有什么白猫，更加没有漂亮的系着红丝巾的白猫坐在我家门口，用那古怪的恐怖的邪恶的眼神盯着我。我打开皮包找钥匙，钥匙没拿稳，落在地上。我蹲下身去捡，手指触到钥匙链儿，可一条尾巴。我沿着尾巴慢慢往上看，足足看了3分钟，然后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那只白猫好像对我的反应心满意足，喵喵地叫着，轻盈地跑下楼去了。站住！我的恐慌突然间转化为无穷的愤怒。一只小小的白猫凭什么3番2次的捉弄我？今天我非捉住你不可！我冲下楼，隐约看见白猫的身影一晃，朝小区后门窜过去。我尾随其后，紧追不舍，跑了大约几分钟，突然脚下一软，被什么东西绊倒了。
一个面相忠厚的中年男子把我扶了起来。苏小姐，你还好吧？我狼狈的点点头，怔怔的望着他。谢谢，你是？苏小姐，你不认得我了，我姓周，那天就是我把你送到医院去的。男子热情的笑道。医院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奇怪的反问。8月27号地铁站，然后我送你去医院，想起来了吗？8月27日，正是我发生车祸的日子。可后来我丧失了关于这天的全部记忆，家人只是告诉我是普通的车祸，与地铁有什么关系？是吗？可是你为什么送我去医院？我的心脏绞成一团，太阳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，一个不愿意面对的秘密正在揭穿。男人为难地搓着双手，这个我不方便说，对不起，再见。他莫名其妙地匆匆离开，任我怎么呼喊也不肯回头。可我已经知晓如何去寻找答案，我飞奔回家，打开电脑上了网，在搜索引擎上打了几个关键词：8月27日，地铁。屏幕里很快显出了一段新闻。据现场目击者称，由于过度拥挤，急于上车的死者被卡在了列车门与屏蔽门之间，因为过度惊慌，用力揪住前面的苏小姐。苏小姐下意识地抬手一挡，列车启动，死者便被夹在2扇门之间，跌落地道而死。后面还附有几张照片，一张是血迹斑斑的屏蔽门，一张是我情绪崩溃、歇斯底里大喊大叫的照片，还有一张正是那死者。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，身穿白衣，脖颈间系着一条红丝巾，蜷缩着四肢躺在地上，姿态优雅的像一只猫。我仰头大笑，我真的是太高兴了，我终于找回了丢失的记忆。尽管这段记忆是如此的血腥、痛苦不堪，甚至让人想再度将它忘记，我也终于了解家人为何欲言又止，邻居为何指指点点，上司为何故意刁难责骂，还有那只白猫，那只如影随形、如鬼魅般的白猫，它为何执着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？我的笑声渐渐低落，转为无声的抽泣与呜咽。门铃尖锐地响了，我打开门，门外端端正正地坐着那只白猫。我如一张绷得过紧的弓弦，终于承受不住压力，羌然断裂。我跌落在地，揪着头发，无法抑制的嚎啕痛哭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对你的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求求你。一双手把我搀扶起来。苏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对谁说话呀？我抬头看去，是名陌生的中年女子。她抱歉地对我笑笑。我从前住在你隔壁，3年前就搬走了，所以你不认得我。这只白猫是我养的，搬了新家以后，它一直不适应，经常会跑回旧家来。听说因为它给你带来不少麻烦，真是对不起。我木然地望着她。女子抱着白猫下楼去，那只白猫挣扎着从她怀里钻出头来，朝我眨了眨眼，神奇的牛头。从前有个叫王乙的杀牛专业户，靠着杀牛发家致富，但为人贼得很。一日，王乙在屋外的柳树下坐着乘凉，看到一个老农牵着一头大水牛，慢吞吞的朝这边走来。那牛啊，长得十分的健壮，
王乙就忍不住多看2眼，心中暗道：哎呀，好一头肥牛啊！要是由我王某来宰割，可以发一笔小财呢。王乙在心里就琢磨了一番，就起身朝老农迎了上去，热情地邀请老农吃午饭。老农坚决推辞：哎，不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怎可平白无故的打扰你？王乙爽朗地笑道：哎呀，老伯，话不是这么说，您大热天跑这么远的路，到我家吃顿便饭休息一下，有何不可？就算老伯您不累，您老人家这头牛也该喝点水，喂点草料了。俗话说4海之内皆兄弟，这儿的远近街坊谁不知道我王乙最是好客？这老农推辞不得，只得将牛系在树荫下，跟着王乙进了屋了。王乙准备了丰盛的午餐，还配了好酒，2人边谈边喝，不知不觉老农已然有了几分醉意。王乙又服侍着他上床睡了午觉，不一会儿，老农就发出了阵阵鼾声。王乙呢，他悄悄来到柳树下，用4枚大铁钉钉住了牛蹄。可怜那头水牛便直挺挺地站在那儿，既不能移动，也无法卧伏。王乙等了一会儿，就进屋摇醒老农：哎呀，老伯，时候不早了，您可以回去了，不然到家天可就黑了。这老农连忙爬起来，再三向王乙作揖感谢，便出门牵牛了。哪知道那头牛只是嘶鸣流泪，一步也不肯挪。这老农就来了火了，举起鞭子就抽，水牛呜呜的狂呼，似乎忍受着巨大的痛苦。这老农焦急万分，却束手无策，好不狼狈。王乙上前假意查看一番，便大惊小怪地说：哎呦，不好，这牛病了呀，一定是急于赶路而中了暑了，请个牛医来看看吧，花不了几个钱的。说着便叫来一个牧童去换了牛医。一会儿功夫，牛医就来了。王乙对着牛医直挤眼睛，牛医早已经明白他的用意，装模作样的诊视一番后就说：哎呀，这牛得了疾病，怕是活不了了。这农夫不由得放声大哭：哎呀，这么好的一头牛，我是万不得已才将它牵进城中，打算卖些钱还债的。哎呀，如今完了，全完了。王乙一边说着安慰的话，一边却悄悄地拉了拉牛医的衣袖。牛医会意，就问王乙：如果把这头牛卖给你怎么样啊？王乙就笑道：我买这快死的牛有什么用啊？牛医道：哎呀，你是做这一行当的，怎么能说这外行话呢？你赶快将牛杀了，肉可以卖，即使牛皮牛角也值不少钱，怎么能说没用呢？王乙呢，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说：哎呀，这好吧，我与这位老伯也算有缘，我就依了阁下的劝告，并烦请阁下划定个价格吧。这牛医便与老农商议，最后因为价格定得低，王乙当场兑现。老农无可奈何，捧着银子痛哭而去。当天晚上，王乙就磨刀霍霍剁下牛头，用绳子挂在树枝上。接着他吩咐2个儿子速速处理牛身，自己则悄悄地给牛医送去不少酬金。第2天晌午，王乙一觉醒来，2个儿子已经将牛肉切成一块一块，内脏也分成了一堆堆了。午饭过后，王乙坐在树下乘凉，一边眉飞色舞地向邻居们夸耀道：嘿嘿，如果没点手段，如何能发家？这么一头壮牛，原本轮不到我占便宜，现在还不是让我赚了个够？
接着呀，这王乙又大看自己平生的种种快活之事，无非是如何手段高明，如何豪取强夺罢了。再说那位老农，回家之后又是卖房子又是卖地，再凑上卖牛的银子，才还清了债务。就在他感叹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时，真是苍天有眼。第二年，家中一头原本骨瘦如柴的老母牛竟然来了精神，又渐渐的健壮起来。后来又与公牛交配，并产下一头牛犊，小牛犊也争气，被养的是膘肥体壮。在老农的调教下，一天能耕50亩地。邻居们都很羡慕，纷纷来租此牛。于是1年下来，小牛犊替老牛挣了不少银子。有钱就好办事儿，老农盖新房买田地，日子过得好了起来。这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，忽然有一天，平时一贯温顺的小牛犊竟然发了狂了，怎么也不听使唤。老牛只得将他的右前蹄与右后蹄各并绑在一根木桩上，然后请来那个牛医。谁知正诊视时，小牛犊性情狂发，一头撞倒牛医，挣脱了右前蹄的绳索，就想往外冲。眼看他的右后蹄也快挣脱，老伯怕他再伤着人，急忙操起一把刀，对着牛脖子猛地一刺。小牛犊跌倒在地，发出了呜呜的哀叫。再看牛医，像是被撞断了肋骨，疼的是呲牙咧嘴。他一边呻吟，一边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哎呀，报应啊！哎，报应啊！”这老农听着觉得奇怪，便在送牛医去治疗的路上一再询问。牛医忍着疼说起了当年的事。就是那一天，王乙一边在大树下乘凉，一边眉飞色舞的向邻居们夸耀自己的种种手段。忽然觉得这脖子后面有点痒，他顺手就拾起地上的宰牛刀，用刀口轻刮皮肤来挠痒。忽然一阵大风吹过，树枝摇动，挂牛头的绳子断了，牛头猛然掉下，正砸在刀背上。这宰牛刀是何等的锋利呀！只听吧嗒一声，王乙的头像个脆葫芦一样咕噜噜滚倒在地。这井口喷出的鲜血溅了邻居一身，众人是又惊又怕，都说是那牛头显了灵，向王乙来追命来了。听了牛医的话，老农也傻了，只是眼里直淌眼泪。牛医苦着脸又说：“哎呀，今天到了你家，我见那小牛犊子肚皮上几条青筋凸起，隐隐约约像个椅子，更是头皮发麻，手脚发软，才被他当场撞倒。不然的话，我当了一辈子牛医，怎么会栽到一头小牛犊子手里？哎呦，我这也是助纣为虐的报应啊！”善行有痕。民国年间，皖西朱仙镇有个小伙子叫刘小弟，家贫如洗，但是会一门空手抓老鼠的绝技，常年帮人抓老鼠过日子。一天，刘小弟在抓老鼠的时候不慎跌落在地上，腿部骨折，伤筋动骨3个月。刘小弟在床上躺了2个月后，家里的粮食吃光了，可腿伤未愈，又接不了活，急坏了夫妻俩。没办法，只好去借。当时正值春荒，有余粮的人家实在是太少了。刘小弟拄着拐杖，夫妻俩一起从早上跑到傍晚，但一粒粮食都未借到。刘小弟夫妻俩回到家里，望着冰冷的灶台发呆，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
刘小弟无精打采的上了床，头刚碰到枕头，这忽然感觉不对劲儿，点油灯一看，只见枕头里装满了东西，揭开一看，竟是满满一大袋子白花花大米。这夫妻俩乐坏了，赶紧烧火做饭。谁悄悄给自己送来大米呀？第二天，刘小弟打听了无数人，也未找出这个人来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刘小弟看谁都像那个送米的恩人。不久，刘小弟家来了一位客人，说是百里外中梅河王氏食品厂的，慕名前来请他去抓老鼠。这路途太远，我腿伤刚好，不便远行。尽管刘小弟想去挣钱，但医生一再叮嘱千万别多动，否则后患无穷。可王老板却拉着刘小弟来到镇中大路旁，指着一辆大车说：“我已经准备好了车，走吧。”来到中梅河，刘小弟参观了王氏食品厂，一一品尝了厂里的食品。刘小弟大发感慨：“我长这么大，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食品，简直是妙不可言。”王老板说：“这是我们王家几百年的独门秘方，普通厂家无论怎么模仿也是做不出来的。但老鼠也知道这些糕点好吃，可我们又不能用毒药，对不对？只好请你来抓老鼠，工钱呢，你尽管开口。”刘小弟看了看地形位置，知道什么地方藏着老鼠，就说道：“这里的老鼠是可以控制的，不出几天，我便让你厂里无鼠害。不过外面老鼠还是会闻着味儿来的，但只要一年抓它个2-3次，便没事了。”随后，王家准备了梯子，刘小弟爬上屋梁，抓了几个大老鼠后，又掏出一窝小老鼠放在地上，粉嫩粉嫩的。王老板一见，叫道：“三只儿！这是三只儿！”这刘小庆不解地问：“王老板，这是刚出生不久的小老鼠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这王老板就说了：“这你就不知道了，他们呢值钱着呢。满汉全席中的一道活菜叫三汁儿，要刚出生不久、未睁眼睛、未长毛的小老鼠，因为这种食材很难找，因此价贵。我有个朋友在省城专门做满汉全席的，改天呢，我把他介绍给你。”这王老板没有食言，几个月后就要他为那人送货了，而且要隔3差5的送。刘小弟本来就是干抓老鼠这一行的，小老鼠是唾手可得呀，加上价钱贵的，让他难以想象。刘小弟干的是如鱼得水。这话说朱仙镇有个养蜂人，家里积攒了不少蜂蜜。这天，养蜂人想让刘小弟帮忙把蜂蜜带到省城去卖。刘小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。路上，小老鼠饿得直叫，刘小弟便拿了些蜂蜜喂小老鼠。这小老鼠吃得欢畅。到了省城，客人拿着三汁儿蘸了佐料吃，甜甜咸咸的，都感觉这与众不同。消息一出，多家争相供货，一时间呢，这甜甜咸咸的三汁儿更是供不应求了。有一天途经中梅河，刘小弟顺便带着特产去看了王老板。只见王老板是愁眉苦脸，一见刘小弟便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我家的老鼠闹翻天了，烦死了。”刘小弟是二话不说，便开始帮着王老板抓起老鼠来。在王老板家的房间的一个老鼠洞中，刘小弟抓到一窝老鼠，并且在里面发现了一只翠绿的玉簪。刘小弟特地拿着簪子对着光线照了照，晶莹剔透，一看便知道价值不菲。刘小弟愣住了，
如果将这无主的玉簪卖出去，可以抵上自己辛辛苦苦数年的工钱。正当他准备将玉簪放进兜里时，突然想起那袋米来。人家无缘无故的送我一袋米，救了我一家的命，我可不能昧着良心。玉簪是在王老板家老鼠洞发现的，或许呢就是王老板家的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刘小弟拿出簪子，王老板，在你房间一个老鼠洞中捡了个簪子，想必是你家的。这王老板一见大吃一惊，这是我家祖传的玉簪，怎么会跑到老鼠洞中？这簪子是人用的，有异味儿，老鼠以为是食品，便搬到了洞中。太感谢你了，没想到你这样拾金不昧，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。刘小弟是一头雾水，一个玉簪能帮多大忙啊？你又不缺钱花。3个月后，刘小弟再次来到中梅河，他是按照协议来王氏食品厂抓老鼠的，同时他想弄清楚那玉簪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王老板不在家，一阵寒暄后，王七遣散众人，让刘小弟跟他来房间一趟。王七虽然40多岁，却保养的如同20、30岁的少妇一般，加上天生丽质，白生生水灵灵的，如同天仙一般。今天他邀刘小弟到房间，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刘小弟跟在王七后面来到房间里。只见王七忽然关紧了房门，刘小弟的心揪着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王七打开一个箱子，从里面的夹层中拿出一沓纸来，就说：“恩人呐，这是王氏食品的秘方，你可照此秘方在诛仙镇开一家食品厂，保你生意兴隆。不久前我们家老王还到你们那里考察过，那地方非常适合开一家食品厂。”这刘小弟大惑不解，就说：“你们家对我才有恩，无功不受禄，你为何赐我这么大的礼物啊？还不知道我数月前受人一袋米，到如今如同昨日之事，一直不敢忘怀。”这王七就说：“这事儿巧了，我们家老王在诛仙镇考察食品厂的时候，听说有对年轻人夫妻，从早到晚要借米，这也未曾借到一粒粮食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于是老王便买了一袋米，装在那对夫妇家的枕头里。还真没想到，这好人真是有好报。”王七滔滔不绝地跟刘小弟道出了内情。他的玉簪被老鼠拖进洞中以后，一直不敢跟王老板说。这篇王老板又发现玉簪丢了，于是便追问玉簪的下落，一再追问无果的情况下，将妻子送回了娘家，进行冷处理了。一旦找不出玉簪，很可能会休妻的。没想到关键时刻，刘小弟见钱眼不开，帮了他一个大忙。回去以后，刘小弟又收购了一家当地的食品厂，进行改造，同时利用出售3汁得来的资金做食品厂的启动资金。那年是个丰年，听说刘小弟家的食品好吃的不得了，诛仙镇每家每户都来买些过年。食品厂一直加工到腊月30，也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。刘小弟赚的是盆满钵溢，从此成为诛仙镇首富。貔貅金扑手。晚清年间，东北罐子岭上活着一伙土匪，大当家报号汤地龙，手下能人不少，比如生得尖嘴猴腮的黄师爷，精明透顶，路子也熟，黑白两道都能吃得开。比如龟寿七，当是得了贼祖宗的真传，世上就没有他撬不开的门，
打不开的锁。话说这天，安插在青松镇的眼线来报，称秦家皮货行刚做成一笔大买卖，白花花的现银还没有来得及往城里钱庄存，瞅着真叫人眼珠子发烫。这秦家皮行的掌柜叫秦仁，生性是豪爽大方，平素结识了不少能打能拼的五把式兄弟，而且和县衙走动的也勤，谁敢闯院打劫，捕快眨眼便到了。就算你有土遁的能耐，也未必逃得掉。汤地龙心里正犯下嘀咕，黄师爷捋着他那稀疏的山羊胡，慢条斯理的开了枪：“大当家的，机会难得，今晚就冲围子端了他吧。”冲围子是土匪的黑话，即翻墙入院。汤地龙犹豫着哼道：“老子也想动他，可就怕兄弟们被县衙那帮捕快给包了饺子。”捕快那儿倒没啥事儿，我听说秦家和县衙闹矛盾，出了分歧，县衙嫌秦家上供的份子钱太少，早就想杀杀秦掌柜的威风。是吗？汤地龙兴奋地跳起来，很快又做回了虎皮交易。即便捕快不出头，这秦掌柜还有一帮功夫不弱的兄弟呢。再者，秦家那高墙大院也不可小觑呀，难爬难攀。这时鬼手七扯着公鸭嗓子接了茬：“大当家的，干嘛要爬墙头呢？有我在，咱们大摇大摆的走大门。”大当家的，你就准备人手，等着发财吧。黄师爷叫上鬼手七，乔装打扮以后就下了罐子岭了，撒丫子直奔4、5里外的青松镇菜盘子去了。闲话少叙，且说黄师爷兜兜转转，不消片刻，便探知谈妥大生意，秦掌柜非常高兴，特包下醉月楼，请了各路朋友共饮同贺。得此消息，黄师爷顿时是乐得胡子翘上天了。那醉月楼的跑堂伙计正是罐子岭布施的上托。土匪的行话，眼线等到开宴，瞅准机会往酒里撒上一大把蒙汗药，管叫你全钻到桌子底下去。再说鬼手气，这功夫他已经扮作叫花子，拎着根打狗棍，晃晃悠悠到了秦家的深宅大院前。门口有个老仆在擦拭朱漆大门，一下一下格外仔细，特别是擦到那双衔环扑手时，更是小心翼翼，神色恭谨。所谓扑手，坊间也叫响器，一般有铜铁铸成朱雀、虎狮、龟蛇等异兽头部形态，成双成对，镶嵌于门板中部的位置，一方便叩门叫门和开门关门，二为祈福驱祟辟邪。秦家大门上的扑手非龙非蛇，是貔貅，怒目圆睁，相貌威武，且非铜非铁，是金的，光灿灿的，甚是耀眼。老人家，这是谁家呀？真够气派的。鬼手七呢，边搭话边往前凑。哎呦，你是外地来的吧？这可是青松岭第一大户秦掌柜家。老仆笑呵呵的回道：“哎呀，你等着啊，我去给你拿点干粮。这是秦掌柜嘱咐过的。他呀仗义疏财，心肠热着呢。”仗义疏财，哼，今晚就让你倒霉破财。这鬼手七四下瞅瞅，见无人注意，忙跨进门槛，瞄了瞄铁将军和挡门棍，
嘿，稀松平常，没啥高难之处，只要数到3，爆开。这鬼手七掉屁股要走，却又瞅着貔貅金扑手，吞了吞唾沫。还有你这丑八怪，到时候也得撬走，找个金匠化成为灵，打一堆金溜子，嘿嘿，足够我去怡红院快活几年了。敢瞪我？不服气？我让你不识好歹！这说着，鬼手七拧了把鼻涕，抹上了貔貅金扑手的嘴巴里，接着乐颠颠的寻黄师爷去了。当夜戌时，罐子岭大当家汤地龙带领10几个喽啰就下了山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混进青松镇，摸到了秦家门前。醉月楼那边情况如何？汤地龙压低了声音，再次问黄师爷：“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做大家结社这种勾当的，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这黄师爷打包票说：“放心吧，大当家的，方才上托传来话，秦掌柜和他那些兄弟全趴下了，这院里只剩下老头娘们和孩子，随便咱们拾掇。”那官府里的捕快呢？汤地龙又问。那就更不用担心了，我给捕快头打点了些酒钱，他则给手下放了假，天亮之前只要不做翻天，就不会有人来管来抓。既然如此，你鬼手七还愣着干啥？汤地龙抬起腿踹了鬼手七一脚：“快敲门，速战速决！”这不得不说，鬼手七的确有两下子，铁丝在手，3桶2轱辘，咔啪，这硕大沉重的铁将军就打开了。紧接着又从腰间掏出样小物件，塞进门缝拨弄几下，门栓也脱了位了。大功告成，为防扑手衔环发出声音，鬼手七攥住他，轻轻一推，门板无声打开。大当家的，招呼兄弟们进吧，可劲儿抢，可劲儿拿。这鬼手七收了撬门压锁的家事儿，率先进了院了。嚯，这秦家不愧是青松镇首屈一指的富户，院落还真是宽敞，回廊环绕，曲径通幽，摸黑一通转悠，直累的是脚跟发软，也没找到正地方。不对劲呢，这次跟来的几个喽啰，个个翻山越岭，如履平地，脚程快着呢。即使秦家院子再大，转悠半天也不可能找不到正屋啊。生性诡诈多疑的黄师爷禁不住心头一咯噔，一把薅出了鬼手七的后脖梗子。你咋踩的盘子？我咋感觉像走进了坟地？与此同时，大当家的汤地龙也觉得头皮发紧，怕不是遇到鬼打墙了吧？风紧，撤户！众人一听，拔腿就往门口跑。哪知这厢刚转过身，眼前便一下豁然大亮，金光闪闪，眩人眼目。仓皇四顾，汤地龙、黄师爷一干喽啰，全都是惊得目瞪口呆，下巴差点脱了臼了。天哪！周遭的一切，包括通道、墙壁、地面，全是金子做的。通道怎么是圆形的？还有拱顶。这鬼手七探手触摸，居然还在蠕动，这像极了肠胃。而肠胃这个字眼乍从脑中蹦出，鬼手七当即肝颤心哆嗦，想起了午后踩盘子时捉弄扑手的愚蠢之举。貔貅上古神兽，有嘴无肛，神通特异，吞万物而不泄，与龙凤龟、麒麟并称民间5大招财瑞兽。胆敢亵渎他，哪能得好？十有八九，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进入秦家，而是钻进了扑手金貔貅的肚子。心念及此，鬼手七惊的是大叫起来：“
大当家的黄师爷，我们在貔貅的肠子里，千万别往回跑，貔貅没有屁眼儿，没法子把我们拉出去，别拿金子了，保命要紧，赶紧跑啊！跑，脚不沾地，累死累活的跑。不知道跑了多少时辰，就在众匪终于找到出口，接二连三如下饺子般窜出，扑通扑通，摔趴在地上的一刻，暗夜已散，天色早已放亮了。更为糟糕的是，秦掌柜正和他那帮把式兄弟从醉月楼回家，只是谁也没瞧见这帮土匪是从哪儿，又是如何摔落到他们脚下的。此刻鬼手七恍惚看到那扑手金貔貅似乎冲他眨巴眨巴眼，一丝嘲笑从嘴边疾掠而过。惊魂槐树林，那是1958年的事儿了。当时正处在赶英超美的狂热时期，现在的老赵那时候还是小赵，才新婚3天就被村里派到工地建设水库了，吃住都在工地上。这工地上劳动强度极大的，苦干了几天，人类的身子都瘫软了。但初尝人间风情的小赵终于受不了相思之苦，决定利用晚上的时间回去见见媳妇儿。这一天工地完工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，小赵就找到队长说：大大，我想回家看看。这生产队长是小赵未出5服的长辈，平时对小赵也很关照，也很理解这位新婚侄子的真实想法，还是很婉转的劝他：天都这么晚了，你又这么累，山路又远，我看你呀，还是好好在这里休息吧。大呀，我没感觉到累，明天早上保证及时赶回来，不耽误上工，不给您老添麻烦。这小赵也知道队长的难处，他上面还有大队书记管着他呢，不好随意批假放人的，让人抓住小辫子也不是好玩的。但到底抵不住念想的诱惑，小赵仍在不停的哀求着。这队长看小赵可怜巴巴的眼神，心里一软，就挥了挥手同意了。从工地到家要翻过2道山梁，穿过一片槐树林，而槐树林方圆2里，里面全是坟墓，只有中间一条小路贯通南北。出了槐树林，有一条小河，路过河上独木桥，就到了赵家峪了。小赵刚走出工地，负责给工地做饭的老孙头忽然钻出来拦住他说：你想回家看媳妇儿对吧？你今晚不能回啊，亥时子时的槐树林正是孤魂野鬼游荡的时辰呢，弄不好有些会伤人的呀。这小赵心里一阵发冷，激灵灵的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但一想到新媳妇儿那软玉温香的娇小身躯，一阵激动从脚底板瞬间冲到头顶。他压抑着内心的惬意，色厉内荏的对老孙头说：你不准散布迷信，妖言惑众，当心让别人听了开你的批斗会。这老孙头望着小赵很快就隐匿在夜色的身影中，悠悠的长叹了一口气。小赵借着朦胧的星光，很快就翻越了2道山梁。虽然是冬季，由于走得急，身上还是沁出了一层薄汗。眼看着前面就是槐树林了，有风吹过，光秃秃的枝桠发出了各种声音。那树枝划过夜空的尖叫声，嘎巴嘎巴，那是枝桠相互挤压摩擦的顿挫声，咕咕咕咕咕咕，那是不知名鸟儿阴森的叫声，混杂着响动，制造着一种极其恐怖强烈的感觉。
小赵心里发虚了，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恐惧。虽然穿过眼前这林子，再过独木桥就到家了，可他却止步了。他感到头皮发麻，肌肉紧缩，手脚冰凉。哎呀，当时我想立刻返回工地，可忽然就觉得身不由己了。现在的老赵每每诉说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讲到这里总是这样说。就这样，小赵懵懵懂懂地迈着步子走进了槐树林。真是怕出有鬼，这可是经典的老人话呀。背背我，背背我。忽然身后就传来一个阴森森的声音，正是在战战兢兢行走着的小赵顿时发毛了，一股凉意一下子涌入心里，又化作冷汗一层层的渗出来。背背我，背背我，背背。声音越来越近了，已经就在背后了。小赵此刻怕归怕，但事已到临头，光怕也是于事无补了。于是小赵就暗暗告诫自己，千万别回头。啊，背背。小赵忽然就觉得有个东西就跃上了他的后背，他不敢回应，也不出声，只管背着那个东西往前走。也是怪了，平时也就半个钟头就能走出这槐树林的，今晚竟成了迷宫。明明还是那条路，可是就是走不到头。这背上的东西倒是不重，但是小赵身上的汗还是出一遍又一遍，心里又害怕，却越发的不敢停下来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就在小赵濒临崩溃的边缘，忽然一阵嘹亮的鸡叫声从林外传来。这时背上那个东西急了，叫道：放下我，放下我！声音里透着明显的慌乱。这小赵心里忽然一亮，想起老人说的，鬼是属于夜晚的，是见不得日光的。小赵不由胆气一壮，双手紧紧扣住背上那东西，继续不停地往前走。这说来也怪，伴随着天色有了亮光，鸡鸣连成一片，通往树林外的林间小路忽然就清晰起来了。小赵背着那东西大步走向槐树林外，看到河边正燃着一堆火，有个老头正在那里烤衣服的。小赵忙走过去，一看分明就是老孙头。这时啊，背上那东西凄凄的叫着：饶了我，饶了我！声音渐渐的减弱。这老孙头朗声道：孽畜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再也不能留你去祸害人了。小赵只觉得背上一轻，看到有一块木板一样的东西飘向了那火堆，那块木板在火里叽叽叽的尖叫着。小赵这下看清了，那真的是一块木板，木板前一个头上还有一个硕大的钉子的颜色。这板啊，很快就在火中燃烧起来，化作一缕青烟，随风飘散了。老孙头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小赵的后背，小赵这才感觉到脖子上疼得厉害，伸手一摸，我的娘啊，后脑梗子上有一个洞，正在往外涌着血呢。原来那块木板是块棺材板，已经成精了，用那个钉子当作嘴巴，专门吸路过人的血。如果吸足够多的人的血，那么它会发生惊变的。你就是他的第49个。老孙头说完，忽然就消失不见了。小赵赶忙叫道：老孙头，老孙头！干嘛呢？起床上工了。这忽然小赵被拍醒了，怎么是在工棚里呢？小赵不由摸了摸后脑勺，这脖子上
竟然真的有一个洞，还在丝丝缕缕的流着血。奇怪的是，队长一再否认小赵跟他请过假，连老孙头啊也一再强调说，那晚我根本没见过小赵的面儿，我一直在伙房里和小张下棋，下完棋后我和小张打通腿睡的。这事儿啊，小张可以作证。小张也证实说，那晚我和孙爷爷一直在一起，根本没有离开过。更奇怪的是，村子里传话来说，那晚河边那棵老桃树莫名其妙的着了火，而且在树的主干上有一颗硕大的钉子，就是钉棺材的那种钉子。你说离奇不离奇？